台湾教育体系的教育理论是深受杜威所影响，叫同心原始观，就是说你要认识这个历史的话，要先从你的身边开始认识。在我看来，这种认为你要先了解你家的历史啊，你怎么可以去了解那么远的中国大陆历史呢？这本身就是一种歪论，因为我们人的本能就是在求根、求血缘、民族文化，绝对不会是寻求一个地理上的根。它的问题就出在说你没有办法充分的了解全局，那它所谓的历史观的建构当中，它就会倾向去合法当时的统治者的立场，变成态度意识的一种培养。我觉得一代一代洗啊，洗到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别人是教育成为人才，好，我们民进党执政的是把下一代教育成为人渣、人青鸟、黑熊。6上开头就告诉大家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接下来就跟你讲228的内容啊，都是错的，这是民进党的谎言，直接编在教科书。说市长，你的小孩学完了小学6年级之后，只认得八田羽衣，不认得蒋经国。如果极端的话，还说你阿宙是凶手。我们的小学课本里面还会有谁呢？赖清德。孙中山只有一行字，没有图像，但赖清德我们要给他满满的图像。行政院呢，哇，我们会有的防疫指挥官。立法院唯一露出脸的这个立委是民进党。地方政府，高雄市政府，我觉得选图也真的是非常用心，满满的绿色价值哎。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这本课本刚好是现在最夯的，就是108课纲。它是在110年审定过。历史年表很有意思哦，光下面它这个定义就很好玩了。国际禁足期啊，我们就不讲了。再来和治时期、正式时期、清治时期、日治时期，中华民国。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主客不分，都叫治。那为什么叫正式时期呢？正式时期又是什么时期？为什么不叫政治时期呢？就它的逻辑很错乱。和治时期是什么？是殖民。然后日本治理时期也是殖民，但为什么不叫和治时期跟日治时期呢？好，来再来，清治时期说那清朝也是殖民，大错特错。因为清朝时期台湾老百姓的权益跟中国大陆是一样，台湾甚至建省了，台湾人要考科举还有特供名额。台湾在日本殖民时期可以正常的公务人员考试吗？不行，好的位置、高阶的位置都是日本人充当。为什么？因为你是殖民地，你没有享有公民权。然后再来，迈向现代化国家里面，你就讲日本哦，好像日本统治就了不起了，没错，现代了。可是我们都知道，迈向现代化是什么时候？是清朝后期，在中法战争以后，清朝开始积极统治台湾。最有名的就是沈葆桢开山抚番。你就算沈葆桢你不认，刘铭传对啊，建省之后，在台北城搞的那一些，那个是有深刻遗留的，它是包括火车。全中国第一个有电灯的省份就在台湾。电灯、下水道哦，然后火车、医院啊、电报、新式现代化医院。而且为什么是用所谓的现代化国家来做切裂？那这本身就给定了一个戏嘛，就日本殖民是现代化好棒棒，清朝殖民是好惨好烂烂。再来呢，那为什么会进日本殖民时期呢？发生什么事情呢？没发生什么事情啊，没有甲午战争啊。然后呢，抗日呢，他讲成什么呢？以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抗拒日本接收，这是更鬼扯。唐景崧一点都不想抗日，他是被台湾士绅请愿强行留下来，当中为首者就是台湾呢非常有名的进士，叫做东宁才子，就是邱逢甲。他是台湾少数进士的。抗日失败，高中课本哦，台湾三猛不见林少猫、简大师、柯铁虎。但是旧版我高中时期的教科书是有讲说，你看这个如何台湾人民的抗日运动啊。然后新的只强调总督府殖民政策的转变，就这样。台湾的教育体系的教育理论哦，基本都是师大人制定的。当时师大人呢是深受杜威所影响，他基本上有个理论叫同心原始观，就是说你要认识这个历史的话，要先从你的身边开始认识起。所以你可能会先认识邻里，然后再认识你那个区，区之后是你那个市，市之后是你那个省。但是呢，后来啊，这个同心原始观被滥用之后呢，就变成态度意识的一种培养。我对师大老师没有不敬啊，只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你必须要先从自己周边开始认识，然后呢再去认识到离自己比较远。这是美国人的说法，这是 bullshit。尤其是讲历史，他如果讲说现代的人伦、现代的伦理啊，那是这样。可是如果讲历史，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请问一下，你在研究你家的历史的时候，你到底是先了解一下你的爷爷、你的祖父的历史，还是在了解你家房东的历史？我问你家的历史，当然是问我爸爸妈妈，当然是问我爷爷奶奶啊。所以祭祖寻根，我们讲问家的历史，我们很明显知道，都是一定要往有血缘的地方，从文化的根源去追溯，没有从地域的地方去做追溯。所以在我看来，这种认为说啊，你要先了解你家的历史啊，你怎么可以去了解那么远的中国大陆历史呢？这本身就是一种歪论，因为我们人的本能就是在求根、求血缘、民族文化的这个根，绝对不会是寻求一个地理上的根。很简单，因为美国是移民一路地，那依照移民一路地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如
果你是外来者，你其实对当地你到底有没有合法居住权是一个很巨大的问题。尤其大家也知道，美国是完全从印第安人掠夺而来的嘛，美国到今天还有大量的印第安保留区作为一个装饰或者做一个笼络或者做一个补偿的方式呢，遗留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上面。那这种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是断裂的，看起来对区域是有脉络的，可是对全局它是没有办法有脉络，因为如果不去解释当时全球的背景，那它所谓的历史观的建构当中，它就会倾向去合法在当时的统治者的立场。那如果你再加上所谓的台独意识在里面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把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变成日治。那这两个名词很明显就展现出了对于这个统治者的一个逻辑的不一样。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呢，是我一直坚持要用的，因为全世界上讨论殖民这事情都很重点，因为殖民本身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贬低分化人群的方式。简单来讲，被殖民者不是人啊，他是财物啊。所以呢，像台湾在日本殖民时期的时候，它属于日本的属地嘛，所以台湾人是日本属民，绝对不是日本国民哦，很多人都搞错哦，你是殖民地人民哦，你是有特殊位阶的哦。那是为什么当代人搞不太清楚？因为当代因为全球去殖化的反帝反殖运动嘛，所以以中国史观来讲是占据。可是如果说我们放更宽一点，以全球历史的进程来说，强调殖民这个属性会比较符合，而这也可以去有效的补正台湾现在流行的同性恋史观，你那一种过度去淡化殖民的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以人亦要以地，以地亦要以人的偏侧一方都会产生偏狭，而进而呢，再让有些人把过多的个人主观的政治立场了，把它切入到历史的里面的时候，那事实上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学历史啊，人为何学史啊？其实就是为了从历史当中学取教训嘛。那当你偏狭的时候，你怎么见往之来？我觉得一代一代洗啊，洗到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这讲得很好，就是呢，通常别的地方教育下一代都是教育成精英，那我们民进党执政下教育下一代就是教育成青鸟黑熊，教育成禽兽。好，我当时就在议会咨询蒋万安市长，说市长，你的小孩学完了小学6年级之后，只认得八田雨衣，不认得蒋经国，不认识阿公了。然后呢，如果极端的话，他在这里面还会读到228，所以还说你阿宙就是凶手，对，还是说蒋中正是杀人凶手，可怕吗？可怕，所以只能靠家庭教育啊。所以说小朋友连蒋经国都不认识，怀疑吗？不要怀疑啊，因为我们的课本根本就没有蒋经国啊。我们的小学课本里面还会有谁呢？赖清德。哇，孙中山只有一行字，对吧？没有图像，但赖清德我们要给他满满的图像。行政院呢，哇，我们会有的防疫指挥官。立法院唯一露出脸的这个立委是民进党哦，这张图真的是精挑细选。你不选个有国民党或你不选个蓝绿合在一起，你就挑这张唯一抬头的是民进党。我觉得选图也真的是非常用心哦。地方政府，高雄市政府，哇，满满的绿色价值哎，哇塞，真是厉害。直辖市第一个当然是台北市啊，就是这是习惯，首都嘛。然后平衡一下，高雄不是坏事，但是你这个直接偏狭到你事实上摆明就在推行绿色执政。